听故事学中文，一起走进中国。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听故事学中文 Learn Chinese Meet China， 我是小文。大家好，我是小华。华哥，我得跟你说件事儿。上周我去超市遇到一个刚来中国学习的外国朋友，他看到我的购物袋上印着华夏2个字，就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发现要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华夏这个词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太常见了，但要给外国朋友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对，所以我今天就特别想跟大家聊聊关于华夏的事。你们如果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对华夏这个词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会认真对待每一条留言。没错，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说说华夏这个词。小文，你当时是怎么跟那个朋友解释的？我就说这个词差不多等于中国的意思，但说完我自己都觉得解释的不够好。其实你说的也没错，但华夏比中国这个词要古老得多，而且含义更丰富。咱们今天就从头说起。首先啊，华夏的发音是华夏，声调是第2声加第4声。对，华夏，听众朋友们可以跟着念几遍华夏。如果用英文来理解的话，它大概相当于 China 或者 Chinese civilization， 但其实它承载的文化意义要更深。没错，咱们先来看看这2个字的字形。华这个字啊，它的繁体写作华，你看这个字上面像花朵盛开的样子，所以跟花朵的花有关系。对，古代的时候华和花其实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最早的意思就是指花朵，后来引申为美丽、光彩、繁盛的意思。你想啊，花开的灿烂，那多美啊！我明白了，那夏呢？夏这个字就更有意思了，你看它的字形，上面是个繁体字的叶，古代写作一个人的侧面头像，下面是虽，表示行走。整个字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昂首阔步的走路。诶，这个解释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所以夏代表的是一种姿态。对，它表示一种堂堂正正、威仪之美的姿态。而且夏早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的名字，夏朝，所以这个字既代表了时间上的久远，也代表了文化上的源头。这么一说，华夏这2个字放在一起，就是美丽而威仪的文明的意思。可以这么理解，你看，华是外在的美和繁荣，夏是内在的德和气度，2个字合起来就是指我们这个既有灿烂文化又有礼仪传统的民族和文明。那这个词最早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这个词啊，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在《尚书》这本古书里就有记载。当时的意思主要是指中原地区的居民，也就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遵循周礼的那些部族。所以最开始是个地理概念。也不完全是，它从一开始就既有地理含义，又有文化含义。古人认为，住在中原地区穿着华美服饰，遵守礼仪制度的人才叫华夏。哦，明白了。所以它其实更强调的是文化认同，而不只是你住在哪里，对吧？完全正确，这就是华夏这个词最核心的意思。它强调的是一种文化身份，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很多不同民族的人，只要接受了这种文化，都可以被称为华夏的一部分。这个观点真的很重要。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慢慢接触和理解华夏文化。你们觉得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学习体会。对，说得好。那咱们再来看看这个词的具体用法。华夏在现代汉语里啊，主要用在比较正式或者文学性的场合。比如华夏儿女，这个词的意思是 Chinese descendants 或者 children of China， 指的是所有中国人，不管你现在住在哪里。包括全球的华人、华裔，还有华夏文明这个词，对吧？对，华夏文明就是 Chinese civilization， 特指我们这个延续了几千年的文明体系。还有华夏大地，意思是 the land of China， 指中国的国土。我发现这个词用的时候都挺有感情色彩的。没错，华夏这个词带有一种文化自豪感和历史厚重感，它不像中国那么中性，用华夏的时候往往表达的是一种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情感。那它
有没有近义词或者同义词呢？有，最常见的就是中华。中华和华夏意思非常接近，都指中国或中国文明。英文都可以翻译成 China 或 Chinese， 但中华稍微更现代一点，用得更广泛。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还有中华民族。另外还有神州这个词，也是中国的别称。不过神州更文学化，带有一种神秘和神圣的色彩。神州听起来确实很诗意。那华夏这个词能随便用吗？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好问题，华夏一般不用在日常口语里。你不会说我今天在华夏吃了个包子，对吧？对，这样说确实怪怪的。它更多用在书面语、文学作品、演讲或者比较正式的场合。比如你可以说华夏文明源远流长，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Chinese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and continuous history。或者我为身为华夏儿女而自豪。完全正确，这句话就是 I'm proud to be a child of China。 你看，用在这种表达情感的句子里就很合适。那咱们再多举几个例子吧，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比如华夏5000年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很好，这句话的意思是 5,000 years of Chinese history has nurtured a brilliant culture。 再比如学习汉字就是在触摸华夏文明的脉搏，意思是 Learning Chinese characters is like touching the pul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哇，这个比喻真美。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华哥，华夏的华和中华的华是同一个字吧？对，是同一个字。那华裔这个词呢，我就是华裔嘛，这个华也是一样的吗？完全正确，华裔的华裔也是这个词。华裔的意思是 ethnic Chinese 或者 Chinese descent， 指祖籍中国但生活在海外的人或者他们的后代。所以华这个字本身就可以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对，华字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简称了。你看，来华就是 come to China， 在华就是 in China。 那我再问个问题，我们说华人、华侨、华裔这几个词有什么区别呢？好问题，这个确实容易混淆。华人是最广泛的，指所有有中国血统的人，英文是 Chinese people 或者 ethnic Chinese。 华侨特指保留中国国籍但长期居住在国外的中国人，英文是 overseas Chinese。 那华裔呢？华裔是指已经加入外国国籍的有中国血统的人，或者他们在海外出生的后代，就像你。英文是 Chinese descent 或者 ethnic Chinese with foreign citizenship。 OK， 我明白了，所以华这个字真的很重要，它承载了很多文化含义。没错，而且你注意到没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词，华夏、中华、华人、华裔，都跟身份认同有关。对，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华这个字，或者说华夏这个概念，最核心的还是一种文化和身份的认同。它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种文化归属感。这个理解太重要了。我觉得对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学习中文不只是学习一门语言，也是在了解一种文化，甚至是在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联系。说得太好了。其实很多外国朋友学中文学到一定程度，都会有这种感觉。你开始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观，这时候你就开始触摸到华夏文化的核心了。对，我自己就有这种体验。虽然我从小在国外长大，但学习中文的过程让我更深地理解了自己的文化根源。那咱们说回华夏这个词本身，小文，你知道为什么古人会选择华和夏这两个字来命名吗？除了刚才说的字义，还有别的原因吗？有，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文化观念。古代中国人认为，一个文明社会应该具备两个特征，一是物质上的富足和美好，二是精神上的礼仪和德行。所以华代表物质层面，夏代表精神层面。可以这么理解，有句古话叫有服装之美谓之华，有礼仪之大谓之夏。意思就是说，服饰华美的叫华，礼仪盛大的叫夏。哇，这句话真好。
所以华夏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既重视外在的文明成果，也重视内在的道德修养。完全正确。这其实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理念：内外兼修，形神合一。这个理念对于学习中文的朋友们很有启发意义。当然，学中文也是这样，你不能只学外在的发音和语法，也要理解内在的文化和思想。就像华夏这个词，如果你只知道它等于 China， 那只是学到了表面。对，但如果你理解了它背后的文化含义，理解了它代表的那种文明观念，那你就真正掌握了这个词。没错，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花这么长时间来讲一个词。学语言不只是记单词，更重要的是理解词语背后的文化。说得太对了，听众朋友们，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们有帮助，请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啦。对，小文，你刚才说的那个朋友，他看到华夏这个词是在什么语境里？好像是个购物袋，上面印着华夏银行。哦，这就对了。现代社会里，华夏这个词经常被用在一些企业或者机构的名称里。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词听起来既有文化底蕴，又显得大气、正式。用了华夏这个词，就给人一种历史悠久、值得信赖的感觉。哦，我明白了，所以华夏在现代社会也有它的实用价值。对，除了企业名称，它还经常出现在文学作品、历史书籍、新闻报道里。比如说到中国古代历史的时候，经常会说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什么什么事。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在写作或者口语中使用这个词，有什么建议吗？首先啊，要注意使用场合。正式场合、书面语，表达文化自豪感的时候，用华夏比较合适。日常聊天就用中国就好。对，不要用的太刻意。对。第二呢，要注意它的感情色彩。华夏这个词是褒义的，带有文化认同感，所以用的时候要真诚，不要空洞的使用。要用的有感情。第三，可以多看看这个词在文学作品和新闻里是怎么用的，慢慢培养语感。这个建议很实用。华哥，我们能不能再多举几个华夏在实际中使用的例子？ OK， 比如在诗歌里，你可以说我站在华夏大地上，感受着5000年的风，这是一种很文学化的表达。或者在演讲里，作为华夏儿女，我们有责任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对，在历史叙述中，你可以说华夏文明从黄河流域起源，逐渐影响了东亚乃至世界。或者在表达情感时，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会忘记我是华夏子孙。非常好，你看，这些例子都体现了华夏这个词的正式性和情感性。那咱们再说说发音，刚才提到华夏读作华夏，我发现很多外国朋友容易把华读错。对，华是第二声，也就是上扬的声调，类似英语里疑问句的语调，很多人容易读成第一声或者第四声。那怎么练习比较好？可以这样，先单独练习华这个音，声音是从低往高走的吧？对，华，大家跟着念华。然后夏是第四声，从高往低很快的降下来。夏，夏这个相对容易一点，因为英语里也有类似的降调。对，然后把两个字连起来，华夏。注意两个字之间要自然连接，不要停顿太久。华夏大家可以多练几遍，慢慢就熟练了。如果你们录了自己的发音，欢迎发到评论区，我们可以帮你们纠正。好主意。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语言现象。小文，你发现没有？很多跟中国有关的词都带华或者中这个字。对，中国中文、华人、华语，华哥，你的名字里也有华这个字哦。对，很多中国人把华放在自己的名字里，比如刘德华，这其实反映了大家对这个字的喜欢。那么华夏或者说中华这个概念在我们语言体系里的中心地位，它不只是一个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系统的核心。这个观察很深刻，所以学习华夏这个词其实是在理解整个中文词汇体系的一个关键点。
可以这么说，而且啊，华夏这个概念还影响了很多成语和典故。比如呢？比如华夏一统，意思是中国统一；华夏正声，指正统的中国文化。这些词组都是从华夏这个核心概念延伸出来的。所以掌握了华夏啊，就等于打开了理解很多其他词汇的大门。没错，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深入讲解一个词的原因。一个核心词汇可以带出一整个词汇网络。这对学习者来说太重要了，不是孤立的记单词，而是理解词汇之间的联系。对，语言学习的高级阶段就是要建立这种词汇网络和文化联系。说到文化联系，华哥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华夏这个概念是不是只限于汉族？好问题，这个问题很重要。在古代，华夏确实主要指中原地区的汉族先民，但是呢，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个概念逐渐扩大了。怎么扩大的？因为华夏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任何接受华夏文化、认同华夏价值观的人，都可以成为华夏的一部分。哦，所以它是一个开放的、包容的概念。对，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融入了华夏文明，也有很多华夏文化向外传播。这个过程是双向的、动态的。那现在呢？华夏是指所有中国人吗？现在我们说华夏儿女或者华夏子孙，一般是指所有中华民族的成员，包括56个民族。它强调的是共同的文化身份和国家认同。这个解释很清楚，所以华夏是一个文化熔炉的概念，而不是排他性的概念。完全正确，这也是中华文明能够延续几千年的一个重要原因，它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这个特点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你们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参与这个文化交流的过程。说得好，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而是在交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对，所以听众朋友们，不要觉得中文难学，或者觉得中国文化离你们很远。其实当你开始学习中文的那一刻，你就已经在和华夏文化建立联系了。而且我想说，学习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化，都是在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完全同意。好，那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习的内容吧。首先，华夏这个词的基本信息。发音是华夏，第二声加第四声。字形方面，华的繁体是华，像花朵盛开，表示美丽和繁荣。夏表示威仪之美，也是中国第一个朝代的名字。字义方面，华夏指中国或中华文明，英文可以翻译成 Chinese Civilization， 但它比这些译法更有文化内涵。它强调的是文化认同，而不只是地理或种族概念。近义词有中华、神州等，但华夏更古老，更有历史厚重感。使用场合一般是书面语，正式场合文学作品表达文化情感的时候。常见搭配有华夏儿女、华夏文明、华夏大地等。造句方面，我们今天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华夏文明源远流长，我为身为华夏儿女而自豪等等。文化层面，华夏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内外兼修、形神合一的理念，也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对，这些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听众朋友们，你们都记住了吗？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欢迎反复收听，也欢迎在评论区提问。对，学语言就是要多练习、多复习。大家可以试着用华夏这个词造几个句子，发在评论区，我们会一一回复的。而且我建议大家可以做个小练习，找一找你身边有华或者夏这个字的词语或者名称，想想它们的含义，这样可以加深理解。好主意，这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方法。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等等华哥，咱们还要预告一下下期节目呢。对，差点忘了。下一期我们打算讲一个跟华夏相关的词，炎黄子孙。这个词我也经常听到，它是什么意思呢？跟华夏儿女有什么区别？哈哈，这个问题嘛，咱们下期节目详细说。我只能先透露一点，炎黄是2个人的名字。哇，引起我的好奇心了。
大家想知道是谁吗？那就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对，也请大家多多转发我们的节目，让更多学习中文的朋友受益。没错，学习中文不是一个人的事，大家一起学，互相鼓励，才会进步得更快。说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小文，我是华哥，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订阅哦。